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勋，非常感谢你们再次回到我的频道啦。我们今天来继续《侏罗纪公园：创世纪与雪地篇》的游戏影片啦。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请不要忘记帮这部影片点个喜欢。如果你能再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的话，这样就能接收阿勋更多更新影片的动态喽。所以还请快按下吧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正片开始啦。现在给各位看一下呢，平头人园区的最新近况哦。我在这边又在设了一个摄影机，因为我后面又观察到他们可能很容易又再从这里跑出去，没有这边安摄影机的保护，其他游客就会哇哇大叫。那么就只好再多设个摄影机，更能限制他们行动啦。好的，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。你们看到封面应该会猜到是什么了吧？但是还是要勾起你们的童年回忆才行吧。虽然说那个有点老生常谈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这里拉出一个园区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但是今天有点不一样哦，因为今天会有压轴来宾登场哦。好，然后这个摆一个孵化室。看看一下壶要在哪里摆嘞。就挖在这里好了。然后再往上这边再点，然后底下在这边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种植一些古树木。我们的犀角龙类园区要这样的模样，虽然说你们可能看不到古树木，但是系统显示就是有，如果是系统显示就是有。好的，接着放上我们的游园车，连上道路。接着孵化恐龙，4只应该够了。哇，它5颗星评价哎，5颗星哎！哇靠，化石室又爆仓了，一个高品质琥珀，然后其他都是金银珠宝，必须把这些东西都卖掉。化石市场还是只有这么一个低廉的价格的化石。哎呀，这边怎么好像多了一个山？还是说这是一个空地？啊仔，出来了，腕龙！哦，好震撼，好大只哦！你们瞧瞧，真是大只哎！不过这样应该还不够震撼，不过大概也能勾起各位的童年回忆了。哎，哇，达茜啊！我看一下 Gen Power，We have a really problem， and we have some really problem with our lack of security. A group of visitors left just because where the park was unsafe. 不安全？有什么好不安全的啊？我这边的大多数游客都觉得很安全啊。这边是那个草狮龙哎，草狮龙根本不会攻击你们哎，它又不是棘龙那种危险性的东西。你们看看这边，还是有很多游客这边嘻嘻哈哈。真搞不懂这群游客是干嘛。接下来就是放置他们的喂食处，绝对不能让他们饿着。我居然忘了，拉完路线就应该先放喂食处才对。好，刚刚可以了。好，还好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数目，好像还没有游客上门。我们先摆一点建筑物来去吸引他们。好，游客又。哎呀，影片录到6分钟了、啊，可惜了。本来想说带给大家震撼的，
不只能使出一个阴招了。那么接下来就是上场我们的压轴来宾圆饼龙。哎呀，我们工人升到3.5颗星了欸！哈，你们看一下这圆饼龙，好憨哦！这绿色的头，这什么乌龟？啊，又有一次夜晚了！靠，真是多的夜晚。看来今天的互动时间以及大震撼是不能了，我们就进入百科时间吧。万龙找到了5颗星，25公尺，晚侏罗氏，草食性，跟圆顶龙是朋友。安全系数要求是低，然后看一下，这只巨兽是侏罗纪公园里体型最大的犀角类恐龙，它们的重力比力鹏从孵化场放生的12头大象还要重。它的食量惊人，以至于它们在头顶上进化出了鼻孔，这样它们就可以在不停止进食的情况下呼吸。不过近期科学理论查出它们鼻孔不在头上，而是在那个眼睛再往前一点的地方哦。所以说这应该是2003年的游戏嘛，这当年毕竟是当年2003年的游戏的科学，在当时就是主流。然后来看看我们的压轴生物圆饼龙，3颗星评价，哇，这么低啊！19公尺长，然后晚侏罗氏，草食性，跟晚龙是朋友。然后安全系数要求低，这是侏罗纪公园中体型最小的犀角类恐龙。What the fuck？ 它的臼齿布满了像小凿子一样的牙齿，可以碾碎最坚硬的食物。和其他犀角类恐龙一样，它们既能在地面觅食，也能在高处觅食。那么好吧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。我们就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酷了！到我第2个蛋糕。走的。